子又来了，天天在这扒垃圾。听说他以前挺厉害，现在不就一收破烂的？拿进来啊！今天上交的废铁税呢？昨天交过了。那是昨天的规制，新规定，每日上交5公斤纯净金属。你们队长没告诉你们这片废墟是谁清理出来的吗？谁？你吗？别逗了，现在是末世第7年，旧时代的英雄早死光了，你现在就是个废物。末世第7年，人类在铁穹城里苟延残喘，他们以为安全了，却忘了是谁把怪兽挡在城墙外3年。是比基古斯兽，快跑！吵死了！回去告诉你们队长，这片废墟的规矩是我定的。再有人来收税，下次古斯对准的就是铁穹城的城门。找到你了，末世的怪物。哎，苏小姐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你们破晓组织不是刚清理了西边的僵尸巢穴吗？找个人，一个在废墟收垃圾的男人。您说，那位，劝您别去。城防军的人昨天回来了，吓得不轻，说他一抬手就杀了 B 级古刺兽。那正好，我们需要能杀怪兽的人。苏队长，正好，指挥部请您去一趟，关于昨天外围的异常事件。带路。苏队，解释一下，你们破晓组织的人为什么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接触高危目标？王指挥官，第一，陈进不是我们的人；第二，据我所知，是你们的人先去找他麻烦，还违反了废墟区免税协议。苏队长，这是陈进的档案。3年前他是 S 级异能者，但血月之战后异能退化，被评定为 D 级。现在他突然展现至少 A 级实力，这很危险。危险的是城外越来越多的 A 级怪兽，还有1个星期后的兽潮预报。铁穹城的防御系统挡不住3头以上 A 级同时冲击。所以你想招募他？你知道他3年前为什么退出城防军吗？因为他拒绝执行清剿难民区的命令，因为他不愿意对同样是人类的人开枪。那是为了防止僵尸病毒扩散，难民已经被感染了，但他们还没变异。陈进的选择是独自进入感染区，找出病毒源并销毁，救了400人，而你们的选择是炮火覆盖。我会去接触陈进，不是为了你们，是为了铁穹城里还想活下去的人。如果你们想阻止，先想想昨天那3个骨刺，如果对准的是这里，你们有谁能挡得住？滚！说了，吵。好刀法，无形之刃，切割精度毫米级，档案里可没写你有这种能力。芝麻 C 级火蜥蜴的里脊烤了7分熟。谢谢。不错。直接说吧，铁穹城派你来招募，还是来杀我？都不是。我是破晓组织的苏月，我们是一个民间异能者团体，主要任务是清理城墙外的威胁，偶尔也接城内的救援委托。没兴趣。听说你3年前退出时说过一句话：当保护变成了屠杀，这身力量宁可废掉。所以现在城外出现了一头新的 A 级怪兽，代号屠夫。它不攻击城墙，专挑难民聚集点下手。过去2周，3个小型避难所被屠，无人生还。城防军说资源有限，不救援非官方据点。位置：西北方70公里，旧工业园区。我们有情报，屠夫今晚会在那里出现，但我们需要一个能正面抗衡 A 级的人。带路。就这么简单？不问报酬，不问我是不是在骗你？你进来时鞋底沾了血，
是人性。新鲜，不超过2小时，你刚从某个受伤的人身边过来。骗我的人不会急着去救人。带路吧，苏队长。苏姐，你回来了。这位是陈静，我们的临时外援。苏姐啊，不是我不信你，但就他正面刚 A 级。阿猛，少说2句。苏姐找的人肯定有本事。难民都在那栋楼里。对，37人，大部分是老弱妇孺。我们原本想把他们转移，转移途中被袭击更危险。明智。怪兽呢？最后一次目击在那一带，它的特性是隐形和高速移动，攻击方式是用前肢的骨刀切割，所以我们他来了，比预计早了1个小时。进来了。掩护难民，陈静，你。异能者是无。会说话的 A 级，有意思。我操！你们去疏散难民，这只有单独处理。小心他的速度！速度不错，但你的攻击轨迹太直白了。结束了。解决了，下次找点更强的来。这已经不是 A 级异能者的范畴了。屠夫的骨刀硬度超过合金，他徒手捏碎。屠夫的心脏有高温保护层，他直接穿透。他的异能不是退化了吗？这算什么？指挥官，必须重新评估陈进的威胁等级。如果他愿意，一个人就能攻破铁穹城的防线。而且他和破晓组织走得很近。苏约那个女人一直对城防军的政策不满。如果他们联手，错了！现在的问题是1个星期后的收潮，我们需要能对抗 A 级怪兽的力量。陈进是目前唯一确认能秒杀 A 级的人，可他不会听我们的。3年前的那件事，那就换个方式。他不是在乎难民吗？通知下去，加强外围难民区的防疫检查，任何疑似感染的人集中隔离。指挥官，这样会激起民变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英雄去安抚他们。告诉苏月，城防军愿意提供物资援助难民区，条件是陈进必须加入临时防御部队，负责受潮的正面战场。他会答应吗？他会，因为他和我不一样，他真把那些难民当人看。城防军找你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脚步比平时重了3分，呼吸频率乱了1次。只有生气的时候会这样，能让你生气的只有铁穹城那帮官僚。他们用难民区的物资配给做筹码，要求你加入城防军临时编制，负责受潮正面防御。你怎么会？我说需要问你，但陈进，这是个陷阱。他们想把你绑在正面战场，消耗你的力量，甚至可能在战场上背后捅刀子，或者让我和兽群同归于尽。你知道还……难民区现在有多少人？大概2000，大多是老弱，没有自卫能力。受潮来袭时，城防军会优先保护内城，难民区是其次，对吧？我加入，但我有条件。第一，我要难民区所有人暂时进入铁穹城内避难；第二，我要战场指挥权，城防军必须听我调动；第三，破晓组织作为我的直属小队，不受城防军节制。他们不会答应的，指挥权不可能给你。那就让他们自己对抗受潮吧。告诉他们，条件不接受，我就带着难民区所有人现在离开铁穹城范围。你猜？那些依附铁穹城生存的小型组织，听说我能秒杀 A 级，还愿意保护难民，会不会欢迎我？你这是逼宫啊！末世第7年，人类还在内斗，真无聊。告诉他们，明天中午前给我答复，
过期不候。他就是那个秒杀 A 级的怪物？看着不像啊，瘦的跟竹竿似的。你懂什么？3年前，他是城防军第1高手。经城防军指挥部决定，特聘陈静为临时防御总指挥，负责本次受潮防御战。同时，难民区民众将暂时安置在内城西区。凭什么？一个退役3年的家伙骑我们头上？哎，小声点，他能杀A级，杀你跟玩似的。我知道你们不服，没关系，受潮还有5天，这5天我会在城外废墟区建立3道防线，所有愿意跟我出城布防的人，不论出身，不论异能等级，都可以来。不敢出城的就留在城里，但闭嘴。陈静，别太过分。王指挥官，你有意见，现在可以跟我出城，我们比划比划。你赢了，指挥权归你。末世到了第7年，很多人忘了，城墙不是保护你们的，是3年前数人一命堆出来的。现在城墙外怪兽又来了，你们可以选择躲在城里等死，或者跟我出去把他们杀光。愿意来的跟上，怕死的留下。指挥官，我们就这么让他去，等他死在城外，一切还是我们的。你就不怕王磊在背后搞鬼？他不敢。受潮当前，他动我，军心就散了。但受潮之后呢？之后，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他就不配当我的对手；如果我回不来，这些事也没意义了。你好像不怕死。我怕的是死的没价值。3年前我怕过一次，所以躲了3年，现在不想躲了。苏月，你知道末世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怪兽、僵尸。是人性的腐败。怪兽吃人，至少是为了生存；人害人，却可以为了权力、资源，甚至只是一句口角。我想看看能不能在这腐烂的世界里救出一点还没烂掉的东西。比如他儿子是城防军，死在墙外。现在他为保护城墙出力，哪怕没人记得他儿子的名字。够了，这就够了。哨兵报告，西北方向有小型兽群活动，大约20头 C 级，明早可能到达。交给你们练手，我在后面压阵。你倒会偷懒。培养新人也是指挥官的职责，不过有客人来了。陈进，有人出高价买你的命。王磊派你们的，死人不需要知道。你们知道吗 ？A 级和 B 级的差距不是力量，是规则。我能控制10米内所有金属的分子结构。你们的刀在我眼里和豆腐没区别，但我不喜欢杀人。回去告诉王磊，这种小把戏没用。刚才什么动静？几只老鼠赶走了。需要我去查吗？不用，他们还会来的。下次就不是这种杂鱼了。王磊，你就这点手段，真让我失望。怎么样？失败了。他比情报中更强。初步判断，异能至少 S 级，且能力类型未知。S 级？怎么可能？3年前他明明退化。3年前的血月之战，所有参战者都出现了异能波动，有人退化，也有人进来。指挥官，如果他真是 S 级，那我们受潮还有4天，必须在那之前解决他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有一个提议，城防军仓库里是不是还封存着3年前从狮王身上提取的病毒原液？如果陈静不幸在防御受潮时被感染了僵尸病毒，你想干什么？那是禁忌武器。为了保护铁穹城，我们只能忍痛将它清除。去做，但要干净，绝不能牵连到我。如您所愿。小李，左边3只，阿猛火力压制。小雅，注意伤员。救命！你刚才出手了，只救了一个必死的人，其他都是你们自己解决的。他们需要信息，你救了人，他们会更信任你。信任不是靠救几次命就能建立的，是靠一起活下来。不对劲，怎么了？受潮应该还有3天，但空气里的腥味越来越浓了，有东西在提前靠近。
苏姐，东边有大家伙来了！这是 A 级工程兽，兽潮的先锋，他怎么会提前出现？田远，一级战斗准备。你们退后，这个你们对付不了。人类死！会说话果然是 A 级，但你的台词太老套了。陈指挥，温度不错，可以烤肉了，但穿透力不高。你的骨刺还给你，该我了。不，收拾战场，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兽潮要来了。这根本不是 S 级，这是怪物，所以必须尽快执行计划。明天兽潮前方正式抵达，我会把病毒原液混入补给物资送到防线。只要陈静接触到，它就会在24小时内变异。但病毒原液不稳定，万一扩散，那正好，就说陈静感染后发狂，攻击防线，导致病毒泄露，我们被迫清理整个废墟区，包括所有志愿者，一劳永逸。那些志愿者里有城防军的人，为了铁穹城的未来，必要的牺牲。指挥官，你想清楚，是让一个不受控制的怪物活着，还是彻底解决隐患？去做，但我要绝对保密。放心，我会亲自处理。陈静，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查到一些线索，王磊可能要对你不利。知道昨天的袭击者，今天的工程兽提前出现，都太巧了。你不怕？怕有用吗？而且我有预感，他的手段不止这些。我会加强警戒，所有送来的物资，我都会亲自检查。苏月，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站在铁穹城的对立面，你会怎么选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末世里人总得选边站，你选的是破晓，是保护弱者；我选的是心里还没烂掉的那点东西。但王磊选的是权力和统治，我们迟早要对上。我选择我认为对的事。如果铁穹城变成了需要被推翻的东西，那我就是叛军。好，记住你今天的话。苏姐，陈指挥，城防军的补给车队到了。苏姐，陈指挥，城防军的补给车队到了。我去检查。小心点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苏队长，这是指挥部特批的强化弹药和医疗物资。王指挥官说前线辛苦，我要开箱抽检。请便。苏姐，没问题。太正常了，反而可以。苏队长，检查完了，那我们可以卸货了吧？兄弟们还要赶回去。等等，所有箱子全部打开。苏队长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这么多箱，我说全部打开。怎么了？陈指挥，苏队长要全部开箱检查，但这会耽误时间啊。有发现？没有，但直觉不对。这个箱子谁负责的？我亲自装的。好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僵尸病毒原液，用惰性金属外壳封装，一旦打开或者受到剧烈撞击，外壳破裂，病毒就会扩散。不是我不知道。谁给你的？是一个蒙面人，他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把这个箱子混进来。他说只是给陈指挥一点教训，我不知道是病毒。蒙面人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他只在黑市出现。滚回去告诉王磊，他的手段我见识了。下次我会亲自去指挥中心找他谈谈。这个怎么处理？病毒怕高温，正好我最近对温度控制有点心得。解决了。你不生气？生气，但更觉得可悲。兽潮当前，人类的高层还在想着内斗。等兽潮结束，我会跟王磊好好算这笔账。现在先准备迎接真正的敌人。这怎么打啊？所有人记住你们的阵地，记住你们身后是铁穹城，是2000万人，也记住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今天我们会死很多人，但今天我们也会让这些畜生记住，人类还没到灭绝的时候。开火！第一道陷阱带激活。飞行和酸地的交给你们，力量型我来。小心！人类元帅，话多。不可能！我说了 ，A 级和 S 级的差距是规则，而我恰好懂得一点规则。
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们能解决。定。王磊的城防军还没动静？没有，他们打算看我们死活。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3年没用了，希望没生疏。这是空间异能？不，是吞噬。这是什么怪物？陈进，你受伤了。旧伤，3年前血月之战留下的，这能力不能多用，会反噬。全体反击的时候到了，追杀10里，一个不留。你刚才吐血了。小问题，比起这个，我更在意王磊的反应。受潮解决了，现在该解决内患了。追击部队回来了，受潮残余已清理干净，短期内不会再有大规模袭击。伤亡，重伤17人，轻伤43人，死亡9人，都是志愿者，没有破晓成员。把阵亡者的名字记下来，他们的家人也会由我负责。你要怎么负责？你现在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。很快就有了。王磊以为躲在城墙后面就安全了，他忘了，城墙防的是怪兽，防不住我。你要现在进城？城防军还有2万兵力。2万？刚才受潮来袭时，他们一兵一卒都没出。你觉得那2万人，有几个愿意为王磊拼命？所有人原地休整2小时，医疗队优先救治重伤员。愿意跟我进城的，收拾装备；不愿意的，可以留下清理战场，或者自行离开。我不强求。陈指挥，我跟你去。我兄弟就是昨天被病毒箱子害死的。我也去。王磊那混蛋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。送我一个。好，2小时后城门集合。指挥官，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，它到底是什么？不管它是什么，它现在要进城了，传令下去，关闭所有城门，启动一切防御。可是城墙能挡住它吗？挡不住。根据能量读数分析，他刚才释放的吞噬力场，峰值强度足以在30秒内溶穿城墙。那怎么办？你有办法吗？有一个提议，您主动打开城门，以最高规格迎接英雄归来，当众向他道歉，承认病毒箱子是下属擅自行动，您完全不知情。你让我向他低头？这是唯一能保住您性命和地位的方法。他现在民心所向，武力无敌，硬碰硬，您会死得很惨。指挥官，他说的对。外面那些士兵，听说陈进一个人灭了受潮，已经开始动摇军心了。开城门，准备迎接仪式。通知媒体，我要亲自向陈进道歉。那病毒箱子的事儿，找2个替死鬼，就说他们是其他组织派来的间谍，想挑拨离间。陈进，欢迎回来，你是铁穹城的英雄。关于之前补给车队混入病毒箱子的事，我已经彻查清楚了，是2个被敌对组织收买的叛徒所为，他们已经被就地正法。我代表城防军向你、向所有前线勇士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王指挥官大见！陈进太厉害了，一个人就打退了受潮，这下铁穹城安全了。他在演戏，想用舆论绑架你。我知道。王指挥官，你演技不错。陈进，我是真心道歉。那2个替死鬼是你亲信吧？我昨天还见过他们。你说什么？病毒箱子的事是你指使的，目的是让我感染变异，然后以清除危险为名杀我。可惜你低估了我的能力。陈进，你
不要血口喷人！你有证据吗？我不需要证据，我只需要你记住一件事：这面墙保护不了你，城防军2万人保护不了你。你能活着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现在不想杀你。但下次你再搞小动作，我会拆了指挥部，把你从废墟里挖出来，挂在城门上风干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从今天起，铁穹城的防御有5接管，所有城防军原地待命，等待整编。有异议的，现在可以站出来。很好，苏月在。带人接收指挥部，反抗者按叛变处理。是。王指挥官，带路吧，我们去你的办公室，好好谈谈。人带来了，就是他们承认是叛徒的。王指挥官，你来说说，他们是怎么被敌对组织收买的？他们之前负责物资调配，可能被外面的组织许诺了利益。陈指挥，冤枉啊！是王指挥官逼我们认罪的，他说如果我们不认，就杀我们全家。病毒箱子是他和蒙面人的计划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。胡说八道！你们这2个叛徒还敢诬陷我！蒙面人是谁？我不知道什么蒙面人。昨天补给车队队长说，是一个蒙面人给了他箱子。今天你的手下说是蒙面人和你的计划，这么多人证，王指挥官，你觉得我该信谁？我耐心有限，最后问一次，蒙面人是谁？在哪儿？他叫博士，是末世前生物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，病毒原液就是他提供的。我只知道他住在内城地下黑市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，每次都是他联系我。博士，我听说过这个名字。黑市里流传的强化药剂和异能催化剂，据说都是出自他手。强化药剂，一种能短时间内提升异能等级的药剂，但副作用很大，使用者活不过1年。城防军精英部队里有人在偷偷使用。用命换力量，真是好手段。王磊，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以指挥官名义发布全城通缉令，悬赏捉拿博士，同时公开所有关于病毒原液和强化药剂的资料。公开资料，那会引起恐慌啊！恐慌总比蒙在鼓里等死强。还有，城防军指挥权正式移交给我，你将为副指挥。陈杰，你别太过分！我在铁穹城经营了7年，所以你现在还活着。再啰嗦一句，你就去陪受潮里的那些怪兽。苏月，派人去黑市查博士的下落，记住，我要活的。明白。站住！黑市晚上不接待生客。我们找博士。找博士的人多了，你们算老几？破晓组织办事儿，让开！找博士的人多了，你们算老几？破晓组织办事儿，让开！破晓？那个跟陈静混的组织？哎，大哥，陈静刚接管城防军，咱们惹不起。进去吧，但别说我们放行的。苏姐，我感觉不太对劲，太安静了。小心点，博士能在铁穹城潜伏7年，不是简单角色。啊？人呢？黑市不是应该很热闹吗？欢迎破晓组织的朋友们，我等你们很久了。陈静没来吗？真可惜，我对他很感兴趣，能吞噬能量的异能，我在文献上从没见过。
博士，你涉嫌非法研究病毒原液和违禁药剂，现在跟我们走一趟。走一趟？小姑娘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是我的王国，在这里，我就是规则。这些是特制能量枪，专门针对异能者，被击中后，异能会暂时失效。你们3个，今天留下吧。你们3个，今天留下吧。那就试试。真能抑制异能。抓活的，那个用刀的女人，我要研究她的速度强化基因。接指挥，苏队长他们的信号消失了，最后定位在内城地下区域。具体位置？黑石入口附近。我们尝试联系，但通讯被干扰。肯定是博士，他在地下经营多年，那里全是他的机关和陷阱。调一队人，跟我去黑市。陈指挥，要不要从长计议？博士那个人很危险。他再危险，有受潮危险吗？如果1小时后我没回来，你就发布全城戒严令，封锁所有地下出口。但记住，如果苏月他们出了事，你会是第一个陪葬的。精彩，精彩！破晓组织果然名不虚传。可惜呀，在绝对的技术优势面前，个人勇武毫无意义。博士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进化怪兽的变异基因，僵尸的病毒，异能者的能力，这些都是进化的钥匙，而陈静是其中最特别的一把。告诉我，陈静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原理？你猜？哎呀，忘了说了，我身上有个人防护立场 ，A 级以下的攻击无效。哼，算了，等抓住陈静，我自己研究。上面有人在砸穿地面。你就是博士。陈静，你果然来了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没兴趣。枪坏了。3秒内放下武器，抱头蹲下。3、2，启动防御协议。这些炮台装载的是神经毒素弹，就算你能吞噬能量，毒素也会吸。时间到。立场，我的立场。你说这个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关于病毒原液，关于强化药剂，还有关于3年前的血月之战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名字？林振华，末世前国家生物基因研究所首席，现在是进化的先驱者。病毒原液是你制造的？制造？不，我是发现者。血月那天，
天空降下陨石，带来一种外星微生物。它能在短时间内重组生物基因，促使进化或者变异。僵尸、怪兽，还有异能者，都是他的作品。你是说，异能者也是因为那种微生物？当然，否则你以为人类凭什么突然觉醒超能力啊？微生物进入人体与基因结合，成功适应的人称为异能者，失败的呢就变成僵尸。怪兽则是动物的感染产物。那强化药剂呢？提取微生物活性成分，混合怪物基因片段制成的催化剂，能强行提升异能等级，但代价嘛，是透支生命。不过没关系，末世里多活一天都是赚的，不是吗？你用活人做实验，都是必要的牺牲。为了人类的进化，少数人的牺牲是值得的。如果我们合作，可以创造出新人类啊，超越异能者的存在。3年前血月之战，你参与了吗？为什么问这个？我参加过那场战役，在战场上，我看到过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在收集怪兽和阵亡者的尸体，其中一个人背影很像我。那一战我没有太明显，但中途出现3头从未见过的 S 级怪兽，导致防线崩溃，3000异能者战死。事后调查，有人泄露了防线布防图，是你吗？不是我只是个研究员。王磊说，病毒箱子是你主动提供的，你想让我感染变异，然后抓我做研究。这说明你早就盯上我了，因为我的能力特殊，还是因为你知道我3年前在血月之战中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撒谎！我最近发现，我的能力不只能吞噬物质和能量，还能读取记忆碎片。要试试吗？不要！我说！血月之战是他们安排的战场，那3头 S 级怪兽是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，目的是测试微生物在极端环境下的进化速度。我只是负责收集证据啊！你们把战场当实验室，3000条人命啊！那是他们的决定，我只是执行命令。他们是谁？我不知道名字，只知道是一个叫救赎会的组织。他们早在末世前就存在，预言了血月降临。血月后，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幸存者基地，包括铁穹城的高层。救赎会，你听说过吗？救赎会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一个宗教性质的极端组织，宣扬净化末世，迎接新神。他们的势力很大，但行事隐秘。没想到，铁穹城的高层是谁？王磊只是明面上的傀儡，真正的控制者是城防军总参谋长，还有内城议会的3个议员，他们都是救赎会成员。苏月，把他带走，严密看管。小李、阿莽，你们去通知王磊，让他来见我。另外，把这些东西全部销毁，一点痕迹都不要留。那救赎会的事，一个一个来，先清理铁穹城，再找他们算总账。陈进，虽然你击退受潮有功，但擅自接管城防军，扣押高级研究员，这已经越权了。年轻人有冲劲啊，是好事，但要懂规矩。铁穹城能运转7年，靠的是完善的制度。制度？
包括用活人做实验的制度。靠的是完善的制度。制度，包括用活人做实验的制度，包括勾结救赎会，把战场当实验室的制度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救赎会是个非法组织，我们一直在打击。林振华已经招了，他说你们4位都是救赎会成员，需要我让他来当面指认吗？胡闹！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也能当作证据？我不需要法律证据，我只需要知道真相。赵总参谋长，3年前血月之战，你当时是前线总指挥。那3头突然出现的 S 级怪兽，导致防线崩溃，3000人战死。是你下的命令，让他们出现在那个位置的吗？陈进，你这是诬陷！那场战役是意外。戏外？林振华说，那是救赎会的实验，目的是测试微生物的进化速度，而你是实验负责人之一。陈进，有话好好说。就算赵参谋长有什么不对，那也是为了人类大局着想。就算赵参谋长有什么不对，那也是为了人类大局着想。末世里牺牲在所难免。所以那3000人就该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4个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主动交代救赎会所有情报，交出所有非法实验资料，然后接受审判；第二，我帮你们选。陈进，你真以为你无敌了？铁穹城能屹立7年，靠的不是1、2个人的武力，我们手里掌握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力量。比如内城地下的最终防御系统，一旦启动，整个铁穹城会进入封闭状态，所有能源供应切断，通风系统关闭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人也出不去。他在威胁，如果我们动他，他就拉全城人陪葬。明白了，所以你们是打算选第2条路？那就别怪我了。明白了，所以你们是打算选第2条路？那就别怪我了。那就别怪我了。启动最终防御，启动！忘了说，来之前我让王磊切断了内城所有非必要系统的能源。你说的最终防御，现在只是一堆废铁。王磊，你敢背叛我们？我这是想活命。最后机会，救赎会的总部在哪儿？首领是谁？你永远别想知道，救赎会的力量远超你的想象，他们会为我报仇的。是吗？我说，救赎会总部在。我说，救赎会总部在旧时代首都地下，首领叫先知，但我们都没见过真面目，我们只是外围成员。我们只知道救赎会在收集强大的异能者基因和怪兽样本，他们想创造新神。新神？林振华说的进化，原来背后是救赎会。把他们都关起来，分开审讯，核对口供。是。苏耀，准备一下，等铁穹城稳定下来，我们去一趟旧首都。你要去找救赎会总部？他们拿人命做实验，还想创造什么新神？这种组织不该存在。而且，我有种感觉，3年前血月之战发生的事，和我失去的那部分记忆，答案都在那里。3年前血月之战发生的事，和
和我失去的那部分记忆，答案都在哪里？铁穹城的居民们，3天前受潮来袭时，城防兵一兵未输，因为指挥官王磊和总参谋长赵明与非法组织救赎会勾结，试图用病毒害死前线战士。救赎会拿活人做实验，制造病毒和怪兽。3年前的血月之战，3000名战士的死亡，不是意外，是他们安排的实验。畜生！杀了他们！王磊，陈指挥，你知情不报，参与陷害，但最后配合指认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公开所有救赎会相关情报，然后去前线清理怪兽尸体，干满3年苦力，可以活命；第二，现在死。我选第一，什么都交代，求你别杀我。赵明，你是救赎会核心成员，拿3000条人命做实验，你只有一种结局。陈进，赵明，你是救赎会核心成员，拿3000条人命做实验，你只有一种结局。陈进，救赎会不会放过你的，先只会把你变成实验体，你会生不如死。可惜你看不到。从今天起，铁穹城实行新规：第一，所有资源按需分配，优先保障老弱妇孺；第二，城防军重组，由苏月暂代指挥官；第三，任何人发现救赎会成员，举报有赏，包庇同罪。破晓组织将协助维持秩序，我们会在各区域设立联络点，受理任何不公事件。陈指挥，那以后谁来保护铁穹城？我。只要我在1天，怪兽就进不了城。但保护不是免费的，所有成年男女必须接受基础战斗训练。末世里，没有谁该被谁保护，每个人都要有拿起武器的觉悟。我愿训练。每个人都要有拿起武器的觉悟。我愿训练。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等死了。我也愿意。这里交给你，我去处理点事。去哪儿？监狱，看看林振华还藏着什么。陈进，你来了，考虑我的提议了吗？我们合作可以创造新人类。救赎会的先知长什么样？我没见过真面目，他总是穿着黑袍，戴着金色面具，声音经过处理。但我知道一件事，他不是人类。什么意思？3年前血月降临的那一天，先知就已经存在了。他说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，血月是他开启的进化之门。异能者、怪兽、僵尸都是进化过程中的不同分支。异能者、怪兽、僵尸都是进化过程中的不同分支。另一个世界，可能是外星，也可能是平行宇宙，我不知道。但他掌握的技术远超末世前的水平，他能直接改造生物基因，甚至融合不同物种。先知在旧首都地下，具体位置？旧国家档案馆地下300米，有一座末日堡垒，那是救赎会总部。但我劝你别去，那里有先知培养的神卫，每一个都有 S 级实力，而且没有痛觉，没有恐惧，只会执行命令。神卫有多少？我不知道具体数量，但3年前血月之战出现的3头 S 级怪兽，那就是神卫的试验品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陈进，你的能力很特别，我能感觉到你体内的微生物活性远超常人，甚至你在反向控制它，这在理论上不可能啊！甚至你在反向控制它，这在理论上不可能啊！先知一定会对你感兴趣，如果你去旧首都，那等于是自投罗网。那正好，我对他也很感兴趣。陈进，
如果你先抓到先知，留他一命，他的研究是人类的未来。人类的未来，不需要拿人命换。苏姐，这些新兵蛋子底子太差了，大部分连枪都没摸过，所以才要练。陈静说的对，末世里不能总指望别人保护。苏姐，陈使会使真要去救首都？那地方离这儿500公里，路上全是怪兽巢穴和僵尸群。他决定的事没人能改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在他离开期间，守住铁穹城。苏指挥官，东门巡逻队发现异常，有一支车队正在靠近，悬挂白色旗帜，但车型不像普通幸存者。车队规模？5辆装甲车，改装程度很高，车身上有金色眼睛的标志。东门巡逻队发现异常，有一支车队正在靠近，悬挂白色旗帜，但车型不像普通幸存者。车队规模？5辆装甲车，改装程度很高，车身上有金色眼睛的标志。救赎会的标志，全员戒备，通知陈静。陈静先生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救赎会外务使，代号白鸽。来送死的？不，来送礼。先是听说了您在铁穹城的壮举，非常欣赏，特意派我送来一份礼物，表达友好。这是最新研发的进化药剂3型，无副作用，能永久提升异能等级，1支就足以让 B 级晋升 A 级。这10支是我们对铁穹城新秩序的贺礼。别信，肯定是陷阱。条件，先知希望与您合作，铁穹城可以成为救赎会的盟友，享受技术共享和资源支持。作为回报，我们只需要您提供一点血液样本，用于科学研究。